姑娘，你蹲这好几天了，到底想干什么？大哥，我不闹事，我只是来找个人。这里是恒悦集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你要找谁？我男朋友顾景川，他就在里面上班，我找他有急事。你男朋友名字都没听过，真是员工家属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出来接你。天天堵在门口算什么？他把我拉黑了，电话打不通。人家都不接你电话了，你还赖着不走？再不离开，我只能叫保卫科了。我妈还躺在医院里，我今天必须见到她。门口吵什么？叶总，这姑娘天天蹲在门口，赶都赶不走。我怀疑她是来碰瓷儿的。姑娘，你找谁？我找顾景川，他是我男朋友，我真的有救命的急事。你说谁？顾景川，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在一起10年了，你认识他对不对？求您帮我叫他出来。怎么回事？叶总，顾景川是集团营销部核心组干，也是您的准女婿，他下个月就要和叶小姐订婚。订婚？不可能！他说等他在城里站稳脚跟，就回老家娶我。他进公司3年，从没提过老家还有一个交往10年的女朋友。叶总，我不求别的，我只想当面问清楚，求您让我见他一面。先进去，究竟谁在撒谎？今天当面说清楚。你对我这么好，难怪我妈总夸你稳重可靠。不对你好，对谁好？下个月你就是我妻子了。那你可不许反悔。能娶到你，是我最大的福气。怎么不接？别耽误公司的事儿。叶总，你在哪儿？陪之夏逛街。公司出什么事儿了吗？马上回来，有重要的事。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出大事了？一点琐事，你先回家，我处理完就去陪你。真没事？放心。顾景川，你一定要来，妈还等着那5000块手术费。10年了，你不能这么对我。坐下，把事情从头说清楚。我和他是一个村的，那年我们一起高考，一起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你为什么没读？家里供不起2个人，我觉得他脑子活，读出来更有前途，就放弃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进厂打工供他上学。这10年，你一直在养他。进厂摆摊端盘子，每个月工资一到账，什么苦活我都干过。我先给他转学费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才敢留给自己。后来他毕业进了大公司，消息越回越少，电话越来越短。他开始嫌我土，嫌我没学历。他看我的眼神都像看一件拿不出手的旧东西。你省吃俭用供他出头，他反过来嫌弃你。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配得上他。那你这次为什么来？我妈突发重病，医院催着做手术，还差5000块。顾景章在恒悦的收入不低，他不但不给，还告诉我公司在征集营销方案，奖金正好5000。他让我帮他写，说拿到奖金就把钱给我。所以你写了？我熬了3个通宵，把市场调研、人群定位、渠道规划和推广节奏全部做完。方案发给他以后，他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骗走方案，再断掉联系，他这是把你的救命钱都算进去了。你写的方案叫什么？锅切新品全渠道营销方案。那套方案是你写的？推广思路、人群定位、渠道分配，都是我一点点琢磨出来的。那是恒悦今年的王牌项目，上线2个月，已经创造数千万元营收。可他说奖金只有5000，他骗了你。那套方案的奖金不是5000，是10万。我为了5000块，在医院走廊里求人借钱，
甚至想过卖掉老家的房子。顾景川却拿着我的成果，领走了10万奖金，还冷眼看着我母亲躺在病床上等钱救命。他有10万，却连5000都不肯给我。秦川，立刻联系医院，先把5000元手术费转过去，钱算我个人，别耽误救人。叶总，我不能拿您的钱。川欠你的，后面一笔一笔算。叶总，您找我是项目有新安排吗？你看看那边的人，认识吗？不认识。他怎么会在您的办公室？顾景川，你看清楚，我是苏念安。我没见过你，别乱攀关系。这一句不认识，比拉黑我所有联系方式更狠。10年青梅竹马，我打工供你读书，每个月给你转生活费。你现在穿上西装，就想用一句不认识，把我10年的付出全抹掉。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看我现在过得好，就跑来讹钱。讹钱？你的学费是谁出的？你读大学时吃的每一碗面，是谁熬夜加班换来的？我今天的成就是我自己拼出来的，跟你没关系。你花着我的钱读书，拿着我的方案升职，现在嫌我碍眼，就说跟我没关系。顾景川，说话之前想清楚，你现在否认的每一句都会成为证据。叶总，您千万别被他骗了，他就是看我有前途，故意来闹事儿。那我们不谈感情，谈方案。这份全渠道营销方案是你提交的，对吗？没错，全程由我独立完成，也是我入职以来最重要的代表作。那就当场讲讲核心逻辑。既然是你，读点是什么？数据模型怎么搭建？落地过程中有哪些短板？最近事情太多，细节一时记不清。自己写的核心方案记不清？给我一点时间，我整理一下思路。不用整理，方案第3部分的数据我改了7遍。渠道预算里有2个看似矛盾的比例，是为了避开竞品投放高峰。你连原始数据从哪儿来都不知道，当然讲不出来。初稿创建时间、修改记录、文件传输记录和公司提交时间全部吻合。真正的作者是苏念安，你只是窃取成果，冒领功劳。叶总，不能凭他几句话就定我的罪。10万奖金是不是进了你的账户？你明知道苏念安的母亲病重，需要5000元奖金，却谎等他交出方案，你拿走10万元，转头拉黑他。顾景川，你算计得很周全。我只是暂时周转不开。10万在账上，5000周转不开。你不是没钱，你是不想救，有前途。够了，苏念安，你一个农村出来的，没学历、没见识，早就配不上现在的我。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你辍学是自愿的，没人逼你往我身上贴。你现在拿过去的事绑架我，不就是想毁掉我的前程？你踩着别人10年的青春往上爬，还嫌垫脚处不够体面。像你这种人，穿得再光鲜，也遮不住骨子里的卑劣。叶总，我错了，我是一时糊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从骗我写方案，到拿奖金拉黑我，你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这不叫糊涂。念念，我以后一定补偿你。我妈躺在医院等钱的时候，你人在哪里？叶总，我下个月就要和之夏订婚了，您看在之夏的面子上，高抬贵手，我以后一定踏实工作。少拿我女儿当挡箭牌。你接近之夏，看中的从来不是她，是沈家的资源和地位。我是真心喜欢之夏。那你和我在一起的10年算什么？你对谁好，只取决于谁对你有用。第一，你和叶之夏的婚约即刻作废。叶总。第二，你窃取他人成果，欺瞒公司，品行恶劣，即刻开除。我不服！我给公司创造了那么多收益，凭什么开除我？哪些收益是你自己的本事？那套1000万级方案是苏念安写的，除了偷来的功劳，你还有什么拿得出手？你踩着我的心血爬上去，现在摔下来，怨不了任何人。门在那边，自己走，
别逼我叫保安。景川，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我妈找你到底什么事儿？别碰我！你妈把我开除了，连婚约也取消了。不可能，是不是因为里面那个女生？没关系，别多问。妈，到底怎么回事？你被顾景川骗了，他对你的温柔、上进和体贴全是演出来的。他有今天，靠的是眼前这个姑娘。我18岁开始打工，供他读大学、进城，这些年从没断过。他拿走我的方案，又骗话说奖金只有5000。他告诉我，自己家里穷，所有学费都靠兼职挣来。他不是靠自己扛过来的，是踩着苏念安熬过来的。连让他升职的锅贴项目也是苏念安写的。这些合照从高中一直到去年，他去年还在和你联系。他说工作忙，让我别去城里找他。我一直相信他。他说自己自学成才，说吃过很多苦。原来那些苦都是你替他吃的，那些成绩都是他从你身上偷来的。对不起，我只是为了我妈的手术费。你不用向我道歉，你也是被他骗的人。幸好婚礼还没办，否则我这一辈子都可能毁在他手里。记住，看一个人不要只看他怎么讨好你，要看他怎么对待帮助过他的人。连恩情都能踩碎的人，迟早也会把你当成垫脚石。家人们，我真的太冤了。我出身农村，背景没有资源，靠自己读书打拼，好不容易在城里站稳脚跟，就因为我拒绝了一个女人的纠缠，她联合我的上司把我开除，还拆散了我的婚约。她仗着老板撑腰，漫天要价讹钱，不答应，3年的心血。叶总，顾景川昨晚开直播颠倒黑白，说林女士恶意纠缠讹钱，还说公司打压底层员工，话题热度一直在涨。我连他1分钱都没多要，为什么他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卖惨比讲证据更容易煽动情绪。要是影响公司声誉，我愿意出面解释。现在解释只会被他说成心虚洗白。先把他的直播评论、传播路径和营销号全部留存。他既然想把谎话说满，就让他说。明白。法务已经开始固定证据。叶总，左边是他直播哭兮一无所有的画面，右边是同一天的消费流水，时间能精确到分钟。他拿着苏念安的奖金买奢侈品，却在全网装穷，还让网友去骂真正被压榨的人。把证据分成4部分：10年转账流水、方案原始创作记录、拉黑前后的完整聊天、直播中的虚假陈述，再加上奖金到账后的消费记录，形成完整时间线。所有原始数据都已封存，可随时接受第三方核查。以前我总念旧情，忍了一次又一次，现在我才明白，我养的不是一个会回头的人，是一头越喂越贪的豺狼。该公开的，全公开吧。叶静兰到现在都不敢回应，不就是心虚吗？等我把证据交给律师，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叶总，他刚发布维权声明，相关讨论量已经破100万。够了，真相视频审核通过了吗？各平台账号全部就位，可以同步推送。发。第一，苏念安10年不间断转账，供养顾景川完成学业，转账金额远超他自身收入，重成胜利。第二，恒悦集团锅贴新品全渠道营销方案的初考创建者为苏念安，修改痕迹、文件传输和提交时间完整可循。
第三，10万元奖金到账后，2周内顾景称用于奢侈品消费超过6万元。同期，苏念武母亲仍在医院等待5000元手术费。第四，顾景直播中关于陌生女子纠缠、公司无故打压的陈述，均与原始记录严重不符。假的，全是拼接的。他们怎么敢公开这些？靠谎言借来的东西，真相一到，就会连本带利收回去。念念，你听我说，就一句。让开！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骂我打我都行，别不理我。10万奖金我全部还给你，我再额外补偿。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觉得这是钱的事儿？那你到底要什么？我妈在手术台上等救命钱的那3天，你在干什么？你在拉黑我，在确保我找不到你，在拿着我的奖金挑手表。你不是一时糊涂，你清醒得很。念念，我不能什么都没有。你缺的不是工作和钱，是良心。这个我给不了你。叶总，我把10万全退回去，求您再给我一条路。你求苏念安是想让他心软，替你说好话，让你重新翻身。你后悔的不是伤害了他，而是伤害完以后发现自己要付代价。我可以加倍补偿。人品没了，补不回来。你窃取成果直播造谣的完整记录，已经同步给业内合作企业。你凭什么不给我留后路？凭事实，哪家公司敢用一个偷方案、骗奖金、造谣反咬的人？那我以后靠什么活？你拉黑我的时候，想过我妈靠什么活吗？好，既然你们不给我活路，谁都别想安稳。苏念安，你别以为翻身了就能高枕无忧，我会一直盯着你。你盯了我10年，从我的钱盯到我的方案，可从今天起，你什么都拿不到。你知道锅贴方案上线后的实际数据吗？听说效果不错，数千万元营收，公司年度项目排名第1。行业内已经有多家合作方询问真正的策划人是谁。叶总，我没读过大学，你自学10几门课程，在打工间隙做出一套1000万级方案，很多科邦毕业生都做不到。学历是一张证明，能力才是结果。恒越策划部核心主管岗，你愿不愿意留下？我怕做不好给您丢人。你已经用结果证明过自己，现在只问你敢不敢接。敢。我读了4年大学，干了3年职场，到头来什么都没了。他一个辍学打工的，凭什么当主管？我能拿到1次，就拿到他第2次。卖给外面的小公司，我就能翻身。考1分就走，没人会知道。顾景川，你在干什么？我没碰，我只是路过。凌晨2点路过我的宿舍，还把手伸到我的电脑上。方案思路谁都能想，凭什么说是你的？从你进入宿舍楼到推门、触碰电脑全部记录，你现在说的每一句也都在录像里。叶总，我没偷成功，你们也没损失。没偷成就不算偷。上一次你偷的是苏念安一个人的成果，这一次你偷的是公司机密。监控证据会提交法务，并同步上报行业协会。按照规则，你将进入永久风险名单。不要，那我在这个行业就彻底完了。是你自己一步步走到这里，怨不了任何人。5000块，他当时只要5000块，我花2万3买一块表，却连5000都不肯给他。如果当初把那5000转过去，什么都不会变成今天这样。不，就算你转了那5000，也改变不你把我当工具的事实。只是那一次，你终于把自己藏了10年的真面目彻底露出来了。念念，我不求你帮我，只求你说一句原谅，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烦你。
你过不去的坎，不该让我替你跨。哪怕骗我一句也行。顾景川，我不恨你了，但原谅我给不了。10年的账，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清掉。你以后的路自己走。合作方的原话是：逻辑清晰，落地性强，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3个月拿下2个重点项目，部门里几个最难服人的老员工现在都认你的能力。是团队配合的好。别谦虚，核心方向是你定的。下个季度还有一个更大的项目，叶总准备交给你。策划部总监的位置你来做。我才进公司半年，可你半年创造的业绩比部门过去1年还多。数字不会骗人，能力也不会。谢谢叶总。别谢我，谢你自己。你熬过的夜，学过的课，吃过的苦都没有消失，他们只是从前被用错了地方，现在终于回来拖住你。你后悔那10年吗？说不后悔是假的，但没有那10年，我也学不会这些本事。所以那10年不算白费。白费的是感情，没白费的是能力。想通这一点就不拧巴了。过去传统食品营销只盯着销量，我们这次要做的是让每一种产品都能找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早餐系列对应上班族，地方特色系列连接城市消费者和原产地。我们卖的不只是一份食品，更是一套适合普通家庭的生活方案。苏总监，今天发布会效果爆了，线下3家连锁餐饮龙头主动敲定长期独家合作，线上直播平台也递来了深度绑定邀约。按照目前的数据，今年策划部营收预估至少翻3倍。苏总监，有人匿名举报恒悦这次公布的消费者调研数据存在严重造假。举报材料显示，你们声称覆盖30座城市，实际有效样本可能不到5座城市。还有人质疑你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根本不具备独立完成如此庞大项目的能力。请问这套方案究竟是你本人完成的，还是恒悦为了打造励志人设，找专业团队替你包装？匿名材料没有经过任何核实，请不要在发布会现场散播。让他问完。你敢当场公布全部原始数据吗？敢。不仅公布调研数据，还可以公布样本来源、调研时间、访问记录、筛选规则和第三方见证文件。但在公布之前，我也想问一句：你问，你手里的举报材料为什么会出现我们3个月前就已经废弃的内部项目编号？那份旧文件只在第1次内部讨论会上出现过，从未对外发布。举报人究竟是调查了我们的项目，还是从公司内部拿到一份废弃文件，再故意删改数据制造谣言？我只是收到匿名爆料，具体来源并不清楚。不清楚来源，就敢当着全国媒体的面指控数据造假？你可以质疑我，但质疑之后，也要为自己的话负责。你这是威胁媒体吗？不是威胁，是邀请核查。秦川，打开备用数据平台。现在公开。既然有人把脏水泼到台上，就在台上洗干净。匿名材料声称我们只有5座城市的数据，是因为举报人截取了项目启动第7天的阶段性文件，用3个月前的半成品，指控今天的最终成果造假。这不是监督，是栽赃。我们欢迎质疑，也接受调查，但谁想靠剪裁材料毁掉项目，恒悦同样会追查到底。继续发布会，不必暂停。至于学历问题，我确实没有读完大学，可项目不会因为我没有文凭就自动成功，数据也不会因为我出身普通就主动替我说话。我能站在这里，不是因为公司替我编了一个故事，而是因为我交出的每一份结果都经得起公开核验。举报材料最早由一个新注册账号发布，随后20多个营销号同时转发，对方提前准备了统一文案和剪辑视频，明显不是临时质疑，而是有组织的攻击。发布会刚开始，他们就把视频发出来了，说明他们早就知道发布会流程。这份流程只有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接触过。叶总，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查谁泄密，而是控制损失。
苏念安作为项目负责人，被人抓住学历和数据问题攻击，本身就说明他不适合继续站在台前。周副总认为应该怎么处理？由公司发表升批你的职务，说明全部项目由专业团队共同完成，弱化你个人的作用。也就是说，哪怕数据没有造假，公司也要先承认我的能力是包装出来的。这是危机公关，不是讨论个人委屈。为了暂时平息舆论，就主动替造谣者坐实谣言，这不是危机公关，是自己往自己身上定罪。苏念安，你进入公司才1年，不要以为做成几个项目就能质疑管理层的判断。我没有质疑您的职位，我只是在质疑这个错误方案。你连大学都没读过，懂什么舆情处理？周明海，公司开会讨论的是问题，不是让你拿学历羞辱负责人。叶总，我只是实话实说，他的经历太容易被攻击，继续把他放在台前，只会拖累恒越。这是匿名举报材料的原始版本，举报人删掉了文件右下角的使用权限，但没有发现后垫里还藏着内部水印。公司文件系统会根据下载账号生成隐形编码，这份废弃方案只被3个人下载过，苏总监、我，还有周副总的秘书。你们怀疑我？不是怀疑，是核实。我的秘书下载文件是为了渠道评估，这能说明什么？单凭下载记录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举报账号登录过的网络地址与您秘书上周入住酒店的网络地址完全一致，巧合而已。同一晚，他还收到一家竞争公司的20万元转账，转账备注写的是咨询服务费，但他没有任何对外咨询资质。把人叫进来。文件是不是你泄露的？叶总，我只是把旧方案发给朋友看看，我不知道他们会拿去攻击公司。胡说八道！谁让你擅自把公司文件发出去的？周总，是你让我发的！你敢诬陷我？你说苏总监升得太快，再让他拿下这个项目，以后策划部和渠道部都要听他的。您还说只要让他在发布会上出丑，公司就会撤掉他的总监职位。闭嘴！聊天记录还在，和竞争公司的联系人也是您介绍给我的。公司给你职位和分红，你却为了争权，把核心项目卖给竞争对手。叶总，我是为了公司，苏念安根基不稳，根本压不住这么大的项目，所以你就制造危机，再跳出来证明只有你能解决。职场本来就是各凭本事，把公司机密卖出去不叫本事，叫背叛。周明海，即刻停职！你和秘书泄露商业机密、恶意操纵舆论的证据，全部移交法务。叶总，我跟了您8年，您为了一个刚进公司1年的外人，要把我送进去？苏念安是不是外人，不由你决定。但从你把公司机密交给竞争对手的那一刻起，你已经不是恒越的人了。新品预售额突破1.6亿元，新增渠道合作12家，这场危机没有拖垮项目，反而让品牌公信力达到近3年的最高点。苏总监，发布会当天我也认为应该暂撤掉你，事实证明是我判断错了，我向你道歉。以前我确实觉得你没有学历，没有大公司履历，坐上总监的位置太快。现在我服的是结果。质疑项目没有错，为了个人利益是故意制造假证据。以后所有核心项目都应该建立双重备份和独立核验机制，不能再让一份内部文件成为攻击公司的武器。把具体方案整理出来，从下个月开始在集团全面执行。那些人以前看见你嘴上叫苏总监，眼里却全是不服，今天一个个抢着认错，痛快不痛快？要是我每天都等着别人后悔，日子还是在围着别人转。那你最在意什么？下一次项目还能不能做得更好？难怪叶总说顾景川输的一点都不冤。别再提他了。还会难受？不会，只是一个已经退出我生活的人，不值得再占用我的时间。
娘，我还是回去吧，都是有本事的人，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别给你丢脸。您不是来给我撑场面的，是来看我工作的。我怕别人笑话你。我最难的时候，您躺在医院里都没有嫌弃过我，现在我站稳了，谁也没有资格嫌弃你。阿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恢复的很好，当初多亏您垫了手术费，还给念安工作，手术费后来已经还清了，至于工作是他凭本事拿到的。他从小就聪明，当年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他在屋里偷偷哭了一夜，第二天却骗我说他不喜欢读书。妈，都过去了。过不去，我每次想到你把自己的前程让给顾景康，就恨自己没本事。我以前也觉得是那张没读成的大学录取证知书毁了我，后来才明白，路断了一条，还能再走另一条。你真的不怪妈？不怪，以后我们都别再为过去的人惩罚自己。我女儿的名字终于让这么多人看见了。妈，以后还会有更多人看见。那块主栈板小心点，价值很高，碰坏了你赔不起。你真的一点都不想知道我现在过得怎么样吗？顾景川，我们已经没有需要互相了解的关系了。我每天都在后悔。那是你的生活。如果没有当年的事儿，我们现在会不会已经结婚了？没有如果，你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变坏的。10年时间，你只是用了10年时间，一点点暴露出真正的自己。苏总监，从辍学打工到成为行业优秀策划人，你认为自己成功的关键是什么？不是忍耐，也不是遇到了贵人，真正的关键是我终于停止把所有能力用来成全别人。我曾经以为，只要我拼命拖住一个人，他站得越高，我的人生就越有价值。后来我才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应该由他成全了谁来证明，先拖住自己，才有能力选择要过什么样的人生。这是公益项目，不一定能给公司带来直接收益。你确定要投入这么多资源？我确定。我不是想证明没有学历也一定能成功，我是想让那些被迫中断学业的人不必像我这样绕10年远路，才有机会被别人看见。苏总监，我只有高中学历，以前在工厂做包装，也摆过夜市，我没有大公司的工作经验，但这些方案真的是我自己写的。我知道自己可能不够格。谁告诉你不够格？很多公司看见学历，就不会再往下看。彭越会看。学历是一种证明，但不是唯一的证明。现在把你的方案从头讲一遍，只要能力是真的。妈，你当初把他带进公司时，想到他会走到今天吗？没有。那你为什么愿意相信他？我不是相信他说了什么，我是看见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人，手里仍死死护着自己的作品。能在最难的时候守住能力的人，只缺一个被看见的机会。欢迎加入向阳计划。谢谢苏总监，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你不需要为我证明什么，好好做事，对得起你自己就够了。今天可是周年日，你就打算这么过？项目做得好不好，看数据就行。
不用靠纪念日证明。那你看看这个。没什么想说的？有，咖啡凉了。你就嘴硬吧。向阳计划的年度汇报我看了，有问题？没有问题，好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奖励你。叶总，我进恒悦那年，您垫了我妈的手术费，没有什么奖励比那个更重要了。苏念安，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愿意给你机会吗？您说过，是因为我在最难的时候还守着自己的作品。那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你来找我的那天，眼睛里有股东西。什么？一股不甘心，但不是因为恨别人的不甘心，是恨自己还不够好的不甘心。你是我见过最不需要别人推着走的人。叶总，这话我记在心里了。我不需要你记在心里，我需要你一直往前走。会的。还有一件事，您说。向阳计划2期，我准备正式划成恒悦的独立公益事业部，你来牵头。叶总，您放心吗？你问反了，我该问的是，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带着他走？我愿意。妈，您怎么不进去坐？我站门口等你就行。进去怕打扰你工作。您是我妈，不算打扰。我给你包了饺子，韭菜鸡蛋馅的，你小时候最爱吃。妈，我陪您走回家吧。不耽误你时间。今天不耽误。苏总监早。早。今天要开项目复盘会，数据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这边拉了5个新合作方的意向。苏总监，我今天第一次独立汇报，我会努力的。好，开始吧。从此以后，每一天都是他亲手挣来的。